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三幻第一只 SP 灵宠异火蛇。异火蛇的主要用途是在主战，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它的主战技能。异火蛇会在战斗开始就使敌方3名随机武将获得扬升。扬升是一种吸收型护盾，又或者是用寄生型护盾来形容会更为贴切。它不仅无法用来承担伤害，反而还会使目标身上的护盾功能暂时失效，这包含了 SP 曹仁的铁铠和 SP 关羽的无永锁血盾在内。处于扬升的武将还会失去 25% 通过光环或增益状态所获得的增伤属性。除此之外，扬升还会把部分治疗效果给吸走。每当武将获得非自身提供的有效治疗时，扬升都会吸收治疗量的 30%， 直到扬升累计吸收施加者平均初始生命值的 100% 后才会消失，并将原来的护盾归还。简单来说就是，扬升同时拥有了使护盾失效、使治疗和增伤降低这3种效果。扬升还有结算效果。当异火蛇在回合结束释放主动技攻击敌方全体时，就会强制结算最多3名武将身上的扬升，然后再使其重新获得。由于能回血的时间只有1回合，所以同战力基本上是很难将扬升消除掉的。因为扬升每次只会吸收治疗量的 30%， 要吸满整条血量就要恢复相等于3条血量的治疗量。除了女团比较有机会外，相信其他队伍都很难有能力直接将扬升消除掉。另一种情况就是高战打低战，也许成功率会更高，所以扬升也属于对高战稍微会比较有利一点的护盾。若异火蛇释放主战技时，无人处于扬升，就会使敌方随机3名武将获得扬升。所以不管怎样，只要有异火蛇在，扬升就是源源不绝的，怎么清都清不完。若扬升是被强制结算的，就不会返还之前拥有的护盾，而且没有被消耗掉的扬升护盾值还会被记录。之后，该目标每次受到异火蛇的主动技能伤害时，都会附带记录值的 7% 作为额外伤害。附加伤害会无视格挡，而且还会随着记录值的叠加而持续增加。如果每回合都无法将扬升盾给清理掉，那么异火蛇的主战技能就会越来越痛。这就是异火蛇输出的主要来源，第1回合只是记录伤害，真正的伤害要到第2回合后才会开始显现出来。扬升在首次被强制结算时，还会使该武将获得虚负。虚负是一种新型的衰弱型眩晕，会使目标无法行动，持续至下回合结束。由于异火蛇会在回合结束前出手，所以中了虚负的目标将会在第2回合整个回合都无法行动。在前4回合，当敌方的扬升被结算时，还会随机扩散至相邻武将身上，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不过好在扬升盾是无法叠加的，若被扩散的目标身上已经有扬升盾，就不会再被附加扬升盾。异火蛇每回合最多只能强制结算3个扬升，所以就算6个武将身上全都有扬升，最坏的情况也是最多只会有3个人会被眩晕。主战技的第2个效果会使己方武将在释放轮次普攻后，可以立即释放1次不消耗怒气的怒攻，这样至少保证了我方队员在 SP 诸葛亮的机制下，也可以每回合都释放1次怒攻。SP 灵宠比稀有灵宠强的地方，就在于它还有一个可以输出和支援主战和助战的共鸣技。异火蛇的共鸣技会提供光环属性，使我方获得最终破甲率和破甲伤害提升 80%， 衰弱抗性提升 60%， 并且可以免疫反弹伤害。衰弱抗性这个能力很大的打击了命魂曹操，而且也顺便打击了异火蛇自身的眩晕效果。从此衰弱也有了对应的抵抗属性，不再像以往那么无敌，可以完全无视抵抗，也不是必中的了。共鸣技还会提供一个开场技能，使我方助战灵宠也可以获得相同星级的主战技能，最多只能生效到5星。由于 SP 灵宠是从异火开始的，所以异火蛇不能使助战的 SP 灵宠也生效主战技能。
使灵宠主战和助战技能同时生效的玩法，也就到这里正式结束了。不过异火蛇所提供的主战技能并不是完全版的，它只能让助战灵宠在回合结束时固定释放一次主战技能，所以无法完全发挥主战技能的全部功能。异火蛇提前上线，受到最大打击的其实是 SP 关羽。它不仅失去了一半的锁血功能，现在就连让助战灵宠发挥主战技能的能力也被异火蛇抢走了。异火蛇会在每当有任意敌方武将累计获得10个衰弱减1状态时，释放一次共鸣技，对敌方全体造成灵宠攻击力 108% 的伤害，并附加我方当前总生命值 2% 的伤害，无视格挡。也就是说，只要我方能维持越高的血量，异火蛇的附加伤害就会越高。共鸣技同时还会降低敌方 10% 的生命上限，最多叠加4层。是的，降低生命上限的玩法又回来了，这次是透过累计衰弱的数量来触发。异火蛇的共鸣技看起来像是对盾队更有利，因为盾队有能添加衰弱效果的命魂曹操和 SP 曹仁，而其他队伍则只能依赖饕餮和异火蛇。而且 SP 曹仁还可以每回合都清除生命上限降低的效果，所以影响会比其他队伍更小。但实际上，异火蛇的这些效果都是为后来的 SP 陆逊而准备的，火烧才是真正最大的受益者。台版的火烧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强势的版本。异火蛇的共鸣技每回合最多只能释放3次，若打在了拥有扬升的目标上，还会额外造成扬升剩余护盾量 15% 的伤害。受到共鸣技伤害的敌方会使所有透过光环或增益而获得的免伤类属性失效 10%， 最多叠加3层，效果持续1回合。异火蛇的主战技可以降低增伤类的属性，共鸣技则可以降低免伤类的属性，对增减伤都有压制效果。不过这2个能力都是无火才会开启的，这就是无火的含金量。异火蛇最少也要3火才会开启所有的基础功能，所以这次无法抽到3火的，都可以不用抽。由于 SP 灵宠使用的是新的卷，无氪玩家一定抽不到3火，所以把现实卷抽完后，剩下的就可以留起来了。3火到4火只是属性上的提升，5火则多了增减伤属性降低的效果。首次强制结算扬升会眩晕的效果和使施加扬升的数量提升到3人，每回合共鸣技释放次数增加到3次等等。所以3火、4火只是能用，真正的强度还是在5火之上。目前还不晓得官方会怎么安排后续的灵宠，只是单纯的互换顺序，之后还是继续抽稀有灵宠吗？还是会直接跳过剩下的2只稀有灵宠，这些都是个谜。因为不知道会怎么出，所以后续的规划也是不好安排的。如果官方会照常在下一次灵宠上线后就放出 SP 灵宠碎片，那也是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的拿到 SP 灵宠碎片。但如果要等到稀有灵宠出完才会下放 SP 灵宠碎片，那就难玩了。我想应该不会真的那么狠吧。异火蛇作为第1只 SP 主战灵宠是可以用很久的，因为接下来的2只 SP 灵宠都会分别占据2个助战的位置，异火蛇最快也要第4只 SP 灵宠上线后才会被淘汰。加上台服的提前上线，异火蛇也变相的增加了4个月的寿命。主战异火蛇可以在 PVP 和魔窟中长期使用，助战则偶尔可以在刷分时派上用场。异火蛇的助战技能我们就不啰嗦的去解析了，反正它只能偶尔在刷分时用，其他场合都不会用到。以后解析灵宠还要多看一个共鸣技能，真的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